天地有八荒，赌石分四派。见闻。叩石，切脉，灵诀，每一派都有让江湖为之震撼的绝世豪雄，过了这关，你便是赌石天下第一。石中藏玉，气脉为凭，灵诀所致，玉墨自明。从左往右，羔羊绿、紫罗兰、龙石玻璃种、帝王绿。赌石四派秘术，一阶至巅峰，滚滚财富唾手可得。赌石10赌9骗，害人不浅。我父亲功力高深，一样死于非命。以后我绝不赌石。父亲，你赌石再强，还不是横死街头？我不会再步你的后尘了。我们这骨灰盒有1万的、5000的、2000的，你要哪一种？有没有便宜点的？500。再便宜点的呢？穷逼！这个不要钱，赶紧拿走。一刀穷一刀富，还有一刀不归路。石天成，你可真是个废物，连一个好点的骨灰盒都买不起。谁说他买不起？给他一个10万的骨灰盒，再给他一块风水木位，要最好的，100万级风水木位。我立刻去办。你是？你父亲救过我，我来送他最后一程。你若无处可去，便跟我走吧。你们买的这些，一块好料子都没有，怎么搞的？哎呀，吴老，您可是咱们玉坊首席鉴玉师，年薪1000万，他们这些小辈哪能跟你比呢？您消消气儿。冰种翡翠，5层竟然没发现。石天成，你一个臭扫地的，这些原石是你能碰的吗？吴老都说这些是垃圾了，还放进极品筐里。废物！要不是小姐处处护着你，我早把你轰出玉坊了。你……好的，小姐。小姐找你，给我马上过去。现下出绿色，有龙就有水，这块原石有玉。我老眼昏花，差点看错。难道……不可能！石天成只是个清洁工，哪会赌石？对不起。等一下。高总，你这是？豪门四海，成见如山。我爸要我嫁给秦家那个花花大少，我不想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交给一个变态纨绔，我想为自己活一次，哪怕只有1晚也够了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负责的。天成，你我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这里有1000万，你离开江城吧。1000万？既然你已经是我石天成的女人，那我怎会将你拱手让出？这一世，我护你。
天成，你还没走？我是御房的人，我怎么能走？小姐现在要对付秦家大少，你个臭扫地的在这干什么？这是你能来的地方？天成，你立刻离开御房，离开江城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高小姐，我来娶你了。秦少，我父亲要我嫁给你，但我高家这几百年来做的都是玉石生意，想做我的夫婿，自然得在赌石方面有相当实力。当着在场这么多名流贵客的面，你可敢与我赌石？既然高小姐有此雅兴，我不介意陪你玩玩。如果你输了，就乖乖跟我回家，做我的女人。好，那就要看看秦少能不能打败我请来的这3位高人了。林霄林老，赌石50年，在2省13地堪称宗师。周洪周老，他出身百年赌石世家，哈岗地区第一人。吴苍吴老，纵横江湖40余载，开出帝王率不下100块。这是江城玉石协会提供的3块老坑原石，鉴定难度极高，无数高手都无法分辨。你我各派人鉴定，更准者胜。3关全胜，你才能娶我家小姐。过3关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高玉，你以为找了3个老废物就能难住我？你以为我秦泽就请不到高手吗？这戴眼罩的老头是谁？看这架势不简单呐，莫不是哪个隐世的赌石高手？从没见过这号人物啊！能面对3大高手如此有恃无恐，说不定真是个高手。不知尊驾如何称呼？师承何派？老夫姓罗，外号鬼眼。我的天，竟是鬼眼罗！他可是赌石4派中剑文派的高手，这可是赌石界的传奇人物，神龙见首不见尾啊！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鬼眼之名如雷贯耳，今天才见到真人。有他出面，秦大少这局稳了。秦泽竟然请来了剑文派的高手鬼眼罗。小姐，这下可麻烦了，怎么办？冷静，我们要相信林老。鬼眼前辈，今日你就大展神飞，把这3个所谓的高手通通击败，让他们知道，在绝对实力面前，什么宗师世家都不过是笑话。我可等着把这江城第一美人给娶回家呢。我发誓不赌石，但如果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我还算什么男人？臭鱼烂虾也配称高手？不过是在这赌石界混了些年头，靠着些运气博些虚名罢了。在老夫这只鬼眼下，他们那点本事就如同皮肤一般可笑。鬼眼罗，人人都说天下赌石只有剑文、寇石、切脉、灵诀4派传人才算高手，我林霄偏不信这个邪。你先还是我先？井底之蛙，岂会知晓井外天高海阔？你若有胆，敢不敢增加赌注？加什么？我生来单眼，最不喜赌石的人长着双眼。老夫若是胜了，就挖掉你一只眼睛。好，我就和你赌一只眼。这块原石的鉴定难度极高，但我林霄却能看出此石有玉，最少是个冰种。鬼眼，现在到你了。原来这鬼眼罗水平一般，只是剑文派第1重境界。关皮？什么狗屁宗师？这石头无玉，连大理石都不如！你胡说！这石头粗表细底，质地坚硬，这是纯正莫西沙的表现，怎么可能没玉？从赌石的常规判断来看，这块石头切掌那是一定的。鬼眼罗，你的结论太过草率，看来这所谓的天下公认赌石4派也不过如此。一群井底之蛙，不配听老夫讲解。少废话，开始！不可能，我怎么会看走眼？明明有色带，明明……小姐，李老输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李老的判断怎么会出错？
这简直匪夷所思！神仙难断寸玉，没想到林老竟然……看到了吧，你们这群自不量力的老匹夫，在鬼眼前辈面前，你们就是一群蝼蚁！今日能见得老夫出手，是你们三生有幸。慢赌约，林霄，你要挖掉一只眼，把这姓林的给我扔出去！不要啊！不要！高小姐，我看你还是早点洗香香，等着和本少今晚就洞房吧。秦泽，你太放肆了！要赌石，我和你赌。你哪懂赌石？快给我站到一边去！秦泽，别高兴得太早，这只是第一局，我还有周红与吴苍两位前辈，这赌局才刚刚开始。没错，连赢3场才能算你赢，我家小姐还没有输，你可别以为赢了这一回就能为所欲为。你这个牙尖嘴利的小妮子，今晚我就把你和你家小姐都给办了。大庭广众，污言秽语，谁不知你秦大少荒淫无度？我周红今天就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不会让高小姐嫁给你这样的无耻之徒。不就是一只眼睛吗？鬼眼罗，这局我来取你鬼眼。这石头看着着实古怪，皮壳表现说不上来的体特，一会儿觉得有玉的迹象，一会儿又感觉扑朔迷离，实在难以捉摸。是啊，我瞧着它的质地有点像藏着玻璃种，又感觉像玛瑙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真让人摸不着头脑。这石头太诡异了，纹理走势杂乱无章啊，还有指甲纹，还有各种纹裂，实在看不明白。我在这赌石界也算见多识广，可面对这块石头，竟也没了主意。前辈，这石头……看这种石头，老夫让他先看又当如何？照样胜他。周前辈，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。看了这么久，还没把握？水走坡，色趴窝，皮薄木厚，这是块冰种翡翠的料子。给我开石！真的是冰种，太神了！一目知千年，一眼定乾坤，剑文派果然是高手中的高手。我输了！天啊，这真是冰种翡翠！水走坡，色趴窝，我得记下来。高小姐连败2场了，太可惜了，一朵鲜花要被蹂躏成残花败柳了。来人，给我把这老东西的眼睛挖了！不必了，我自己来。快把周老送去医院！小美人儿，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你连败2场，这第3场也是必输无疑。我可是很能干的，保管你过今晚茶不思饭不想，天天就想着和我夜夜笙歌。以前我只觉得赌石害人，但现在赌石却可以救人。看来我今天必须破戒了。玉玉坊还有老夫秦大少，你还没有赢。3大高手就剩下你这个死老头了。这样吧，最后一局我要加注，如果你也输了，整个玉玉坊
也归我秦家所有。秦大少，今日老夫就让你见识下何谓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。吴老果然厉害，都不用打灯便能赌石，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啊！这块石头里面有帝王绿。不对，吴老看错了。高小姐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我若走了，你便要嫁给秦泽那个混蛋，我怎么舍得？我家小姐还没输呢，你个乌鸦嘴在这说什么？高小姐，我会赌石，我可以保护你。吴老看错了，那不是帝王绿。石天成，你安的什么心？吴老可是我们玉玉坊的泰山北斗，你一个只会扫地擦桌的废物，竟敢质疑他的判断？切，赌石可不是你能想象的，这豪门之间的恩怨也不是你能参与的，你还是快走吧。高小姐，你相信我。废物，将你收留在玉玉广是小姐心善可怜你，你还真当自己是什么人物了？这里轮不到你说话。吴苍，你老了，老到老眼昏花，把一块弄种翡翠当成帝王绿。今天要是真窃出帝王绿，我鬼眼罗便挖了这只好眼，从此以后退出赌石界，永不出山。那就试试。来人，开始变玉。怎么会这样？天啊，根本不是帝王绿，是虫种！完了，吴老也输了，高小姐连败3局。高小姐，我说过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我输了。别说你请出3位赌石高手，就算是你请出10位、100位，也不是鬼眼前辈的对手。现在，再没有任何人可以救你。怎么，还心存幻想？你以为这群废物之中，还有人可以与鬼眼前辈相提并论？你敢不敢和鬼眼前辈再赌一次？输了要挖一只眼！不敢，不敢！你呢？敢不敢英雄救美？不敢，我不敢！都是一群废物！我敢！小子，你又是什么来头？我是玉玉坊的清洁工。清洁工，你脑袋是被门夹了吗？就凭你，也敢和鬼眼前辈一较高下？哼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！我可没工夫为这种无名小卒浪费时间。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区区一个清洁工也敢站出来，真是不知所谓。哟，这清洁工是想出名想疯了吧？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还敢挑战鬼眼罗前辈，真是笑死人了。这种人啊，就是想博眼球，说不定是故意来捣乱的。天成，你玉儿，我曾发誓绝不赌石，但今天我绝不会将你和玉玉坊拱手让人。鬼眼罗，你是赌石界公认的世外高人，剑文派超级高手，难道你会怕一个玉玉坊的清洁工？你以为激将法对老夫有用？这不是激将法，你可以不接受，但以后江湖上谈论起来，鬼眼罗在玉玉坊面对一个清洁工的挑战，竟然吓到不敢出战，恐怕是个天大的笑话。小子，既然你哭着喊着要自寻死路，那老夫就陪你玩一把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你要是输了，就得弄瞎一只眼。可以，不过我要加注，我要和你赌一只手。就你不知天高地厚，敢跟我赌一只手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侮辱我的女人，我便要你一只手。
小姐，你是不是和他？我的事儿你少打听。小姐，这家伙不知死活，跑去挑战鬼眼罗，我是担心你还没出嫁就成了寡妇啊。我不会输，而且我会把你的玉坊赢回来。高玉是我的女人，你竟敢对老子的女人痴心妄想！秦少莫不是怕了？老子有鬼眼前辈在此，还会怕你？不过人生来便有高低贵贱，我是秦家大少，你的一只手也不值我一根头发。你是豪门大少，我是平头百姓，你的手好像是比我值钱。那这样吧，我输了，我赔你一条命；你输了，就输我一个手指头，如何？天成，你疯了，不要找死！他这家伙在狱房除了扫地抹桌就是混吃等死，现在3大高手都输了，他上去只会是死路一条。哼！天成，我知道你想为我放手一搏，但赌石不是靠勇气就能行的。你走吧，不要管我了。只要他敢和我赌，他的手指头就没了。好，你拿命和我赌一根手指头，我就收了你这条贱命。我和你赌。你打算怎么赌？鬼眼罗，你看看这块石头里有没有玉？这不就是一块废料吗？石天成，你疯了吗？这石头一眼过去皮壳粗糙，毫无松花卯带迹象，但凡懂点赌石的都知道里面不可能有玉。小姐，这石天成是诚心想让您输啊！天成，吴大师说的对，这明显是一块废料，哪怕是稍有赌石经验的人都能看得出来。你怎么拿这样一块石头和鬼眼罗比试？小姐，人上不可貌相，何况是神仙难断的玉石。这清洁工怕是白日做梦呢。这石头，我们这些玩了多年赌石的人一眼就能瞧出是废料，毫无价值。鬼眼罗大师连败3大赌石高手，眼力何等毒辣，一眼便能看穿这石头的虚实。这家伙只是在这丢人现眼，拿块破石头来挑战鬼眼罗大师，自不量力。小姐，我看他就是想把你往火坑里推，他巴不得马上输掉比试。秦少，他什么都不懂，我认输，请你放过他。相信我，我输不了。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小姐，就让这臭保洁去死吧！骂得好，这破石头连我都能看，就是块满大街随处可见的垃圾石头，怎么可能有玉？不，你们都错了。哪怕我不用见闻秘术，我都知道这石头里有玉。有玉？这里边有玉？鬼眼前辈，您没看错吧？秦少，你不会不相信老夫吧？不敢。鬼眼前辈鬼眼神断，哪是我能质疑的？您说有玉，那这石头里就一定有玉。这石头看不出蟒带跟松花，是因为全被黑芥盖住了。芥盖绿必出玉，老夫不用鬼眼就能断定，这是金丝种翡翠。鬼眼前辈说有玉，那铁定有玉呀！不愧是业界传奇，远胜我们这些凡夫俗子。谁敢质疑鬼眼前辈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高手，超级高手！鬼眼前辈神乎其技，镇压全场，绝对的高手。鬼眼前辈，您说的是丝丝放糖，玉石之王，天下无双的金丝种翡翠？你也不算太废，还知道金丝种是玉石之王。吴大师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不如过来跟我，这座玉坊我便交给你打理，保你坐上江城第一剑玉师的位置。秦少，你还没赢，这石中也不一定有玉。石天成，你个臭扫地的，是不是脑子真被门夹了？鬼眼前辈已经说了，这石中有玉，切与不切有区别吗？小姐，你看这家伙就是想让您输。可这块石头，我怎么看怎么没玉啊！小姐，你真的相信那臭扫地的？鬼眼罗可是说这石头有玉。小子，挑战无上权威，谁给你的勇气？权威？在我面前，你也配称权威？不妨明白告诉你，这石头是我随手在路边拿的。路边上的石头？不可能！我说有玉，它就有玉。来人，开始！趁现在还没开始，你赶紧走，快！
我要走了，谁来保护你？保护玉玉芳。就算是你拿的是路边上石头，鬼眼罗说有玉，就一定会有。没时间了，快走！临阵脱逃不是我风格。小姐，你还跟这个死人说什么？他已经必死无疑了。今天就让你们看看金丝众翡翠的庐山真面目。梅玉啊！鬼眼罗前辈的眼力向来不会出错，怎么这次不可能？鬼眼罗前辈刚才明明说有玉！天哪，是我眼睛出问题了吗？竟然没玉！真的没玉？这石头里真的没玉？怎么会没玉呢？明明应该是金丝种的。这块石头特征分明，稍有眼力之人都能看出根本没玉，你却胡说八道里面有玉。现在是谁丢人现眼？这局我们赢了。你真会赌石。我说过，这一世我护你。不算，这局不算。老夫刚才托大，连鬼眼都没开，这局不算。这是要耍赖了。刚才高玉设局让本少爷过3关，现在你们想一把定输赢，没这么简单。要比也比3场，这第1场算你赢。秦少连赢3局才赢，你们也得赢3局才公平。没错，得连胜3局才算。你们吴苍，刚才我可没挖你一只眼啊，你说说看。我也觉得要比3局。吴苍，这么多年来，我高玉可曾亏待过你？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我不过实话实说。你，高玉，别以为你找个臭扫地的过来，侥幸赢了一场就能逃得出老子的手掌心。不就3局吗？随时奉陪。第2局你得加赌注，光凭你这一条烂命，我不接受。这是我玉玉坊镇坊之宝，价值3000万，够了吧？不够。哦，那你想怎样？咱们玩点好玩的。你要输了，高玉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脱光衣服。好啊，你要是输了，你也得脱。第2局就赌这块石头。这次我先来，鬼眼变玉开。高阳绿，价值最少1000万。你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就赌他一文不值吧。一文不值？臭扫地的，你现在原形毕露了吧？这原石满翠，明显有玉。石天成，你输定了。这原石绿的这么扎眼，铁定是高阳绿，你却大放厥词，说一文不值，简直荒谬至极。看这小子就是不懂装懂，这么明显的好料子摆在眼前，他却视而不见，怕是压根儿就没见过真正的好翡翠。上一局只是这臭扫地的运气好，这一次他才是真正的丢人现眼哦。老夫还当你有多大能耐，原来不过是个睁眼说瞎话的愣头青。烂泥始终是扶不上墙。高小姐，你身材这么好，不如让大家欣赏欣赏。脱吧，脱光。秦大少，别得意的这么早，谁要当着江城名流的面脱个全光，还不一定呢。我赌此时无玉，根本不值钱。开始。臭扫地的，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鬼眼之下玉石无藏。鬼眼罗可是出了名的玉石无藏，这怎么可能？天啊，又被这臭扫地的说中了，怎么可能没玉呢？刚刚鬼眼罗明明开鬼眼，有见闻秘书看了的。这石头鬼眼前辈都看不穿，简直邪门透顶。今天这石头完全颠覆了我对赌石的认知。不说高阳绿1000万吗？玉呢？
我明明看见。鬼眼，你的见闻之术只是第一重官皮境界，你敢在我面前放肆？这块原石可是有2层皮革，专治你这种半桶水的赌石之人。你也是赌石4派之一？我没必要告诉你。秦大少，你还等什么？需要我帮你脱吗？想让本少当众脱衣？做梦！秦大少，你这是打算在所有江城名流面前耍赖吗？本大少就算耍赖又如何？好，你做初一，我就能做15。玉玉坊依然是高小姐，而你与高小姐的婚约也立刻作废。不就是脱个衣服，本大爷会怕你？想看是吧？今天就让你们看个够！细皮嫩肉，8成肾虚。还是你的腹肌好看。石天成，你现在满意了？老子今天和你赌到底！第3局，来！你要记住，这局你要是输了，要砍1根手指。这块石头是我秦家深藏100年之石，出身免部老坑，极难分辨，数十名剑玉大师日夜研究，都看不出里面有没有玉。这第3局就赌这块。好啊，要怎么比都随你。鬼眼，这回你可不要再看错了。林少，放心。这石头的外壳纹理古怪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邪气，看似有狱中极品的兆头，可又隐隐觉得或许只是个徒有其表的普通石头，实在难下定断。一会儿感觉里头藏着稀世美玉，一会儿又觉得可能就是块普通石头，我这眼睛都快被它晃花了。按说免不老坑的石头不该如此难以琢磨，难道这是传说中的免不老坑混沌石？小姐，秦家2任家主都看不穿这块石头，石天成他能行吗？他绝非我们看上去那般普通，他有着通天之术。看不出来吗？看不出来可以投降，投降输1半。小子，这是你逼老夫的见闻禁术，开！见闻禁术，这可是传说中以寿命为代价的禁术。听说这见闻禁术一开就要折寿10年啊！鬼眼罗这回是被逼到绝境，要和那小子拼个你死我活了。禁术一开，鬼神难敌，这回那臭扫地的输定。这块石头有玉。你说有玉，我觉得也有玉。哼，臭扫地的，你以为你看不出来，便在这滥竽充数，能逃得过众人之眼吗？鬼眼罗前辈先说有玉，而你慢他一步，你输了。他只说其中有玉，却没说是什么玉。这一块是石中极品帝王绿。帝王绿，要是真开出帝王绿，那真是100年不得一见的珍品啊！这小子他怎么看出来的？鬼眼前辈，您觉得是什么玉？臭扫地的，这次你是走眼了。我不惜花费10年寿命，将这块石头看得清清楚楚。石中有玉，却不是帝王绿，而是仅缺一等的正阳绿。这块石头开石取玉，价值不下1亿。鬼眼罗，你说这石头只值1亿？好，我就出资2亿买下这块石头，如何？什么？反正你说这只值1亿，如今我这个冤大头花2亿来买，这不是让你们大赚一笔吗？你哪有那么多钱？你个臭扫地的！2个亿，我玉玉阁出了。鬼眼，你确定你没有看错？秦少，老夫绝没看错。如果这次再看错，我亲手把这只好招子挖出来给您。好，就信你一回，让这臭扫地的彻底身败名裂。这石头2个亿卖你。小姐，你还真的相信他？他都赢了2场了，我为什么不相信他？可是，我信他，哪怕是粉身碎骨，我也信他。臭小子，既然你买下此石，那就当场开石吧。好，就随你所愿。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，可千万不能错啊！玉玉坊和我都靠你了，天成，你一定要对。一刀穷，一刀富，这一刀就是天堂地狱之分呐！这一刀下去，必将石破天惊，
足以载入江城赌石界的选册。这绝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惊心动魄的赌石对决，一刀定乾坤，一赌决生死，堪称史诗级的对决呀！帝王绿，这是帝王绿！天成，你做到了，你拯救了玉玉坊！我的天啊，真的是帝王绿！小姐石天成真的成功了！赌石界要彻底不一样了。帝王绿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开石开出帝王绿，太难以置信了！厉害，真厉害啊！这帝王绿这么大，足以做好几对手镯，价值起码5个亿。那小子只花了2个亿就买下了这块帝王绿，这简直是赌石界的奇迹呀！怎么会这样？我把价值5个亿的帝王绿只卖了2个亿，我他妈亏大了！鬼眼罗，你他妈又看错了，老子这次可饶不了你！这不可能，我可是花了10年的寿命强行使用见闻神术，怎么会看错？该死的，你让我亏了3个亿，3个亿啊！秦大少，你可不止亏了3个亿，你还欠我1根手指！你敢？愿赌服输，今天必须给我1根手指！妈的，给老子上！把这小子给我宰了！你别过来！我可是秦家大少，你敢动我1根头发，你死无葬身之地！石天成，不能轻饶了他！秦大少，我给你1次机会，你不想要哪根手指，选吧。我秦家的子弟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侮辱的？大哥，家主，您可算来了！这小子想要我1根手指，这小子高深莫测，我都不是他的对手。早教你勤学苦练，你却当作耳边风，今天终于付出代价了。小子，你实力不错，敢不敢和我赌石？我已连赢3场，为何还要再赌？因为我有你无法拒绝的条件。臭扫地的，你可知道我家主是谁？我秦家家主便是江湖赌石4派之一寇石派的长老听山翁。我的天，秦家家主竟然是寇石派的听山翁！剑文派赌石是观察原石皮壳上的纹路，而寇石派是以内力震动石头，以听力判断其中是否有玉。如此逆天之术，以前我只是听过传说，没想到今天见到寇石派的绝顶高手。妈呀，听山翁跺一跺脚，整个赌石界都要抖3抖的超级高手。敲山震石，听声辨玉，寇石秘术比见闻秘术更加恐怖，几乎毫无败绩。我和鬼眼罗赌石，只是为了保护玉玉坊，保护高小姐。那可不一定，毕竟我知道你父亲死前见的最后一个人是谁。什么？我父亲死前，他见了谁？我就拿这个秘密和你赌一场，你赢了我，才能知道。好，我和你赌。石天成，你赢了就赢了，还赌什么？你真以为你天下无敌啊？小姐，好不容易赢了鬼眼罗，又冒出个更厉害的听山翁，不如我们叫石天成别赌了吧。事关天成他父亲的死，我想他是不可能拒绝的。既然你愿意，那赌注就是这块5亿帝王绿，这间玉玉坊，这位高家小姐，同时还有你的命，想来你不会拒绝吧？这帝王绿是我为高小姐挣来的，玉玉坊也是高小姐的。你要赌，我就拿这条命和你赌。可惜呀，你的命太不值钱了。天成，你父亲的死一直找不到线索，现在机会就在眼前，你不可以放弃。如果这座玉玉坊能帮你找到线索，尽管拿去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。小姐，你疯了！你怎么可以为了一个臭扫地的押上整个玉阁与自己的幸福？如果不是他连赢3场，我哪有幸福可言？我不能让他失去这个机会。
好，听山楼是吧？我就拿帝王绿、玉玉芳、高小姐，还有我这条命跟你赌。这块石头我已心知肚明。石天成，你可看出这里面有什么？你年纪比我长，让你先说。我若先说，你可就没机会了。无妨，你先说便是。小子，你太托大了。既然你要我先说，那我就公之于众。这块石头里是紫罗兰。太惊人了！寇氏派的秘术向来神秘莫测，今日一见，才知所言非虚。寇氏之术果然天下一绝，神了，真是神了！当真是翡翠紫罗兰，果然只有取错的名字，没有叫错的外号。听山翁果然是听山翁，秦家家主这等本事，赌石一道，怕是无人能出其右。今日方知老夫几十年赌石，只不过是井底之蛙。秦家主这扣石秘术，怕是连石头的心跳都能听见，实在佩服。我大哥的手段可谓神鬼难测，你们今日有幸目睹，是三生有幸。石天成，刚才让你说你不说，非要在高小姐面前装逼。现在好了，我家家主已经看出这石头是紫罗兰，你还怎么赢？帝王绿我拿回来了，玉玉堂归我所有。高小姐，等我收了这臭扫地的一条贱命，就和你洞房。你们就这么确定这块原石是紫罗兰？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！石头都开成这样了，还在这嘴硬！臭扫地的，赶紧跪地求饶！或许本少还能留你一条狗命。哼，就你也敢跟我大哥叫板？我大哥可是寇石派宗师级的人物，任何石头在我大哥的耳朵里都无所遁形。你这狗东西不知天高地厚，现在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不认命，简直可笑至极！石天成，还以为你是什么英雄，没想到也是胡搅蛮缠之辈。看你之前那副故作高深的样子，还以为有多大能耐。以后啊，别在江城赌石圈里混了，省得丢人现眼。寇石秘术出神入化，这石头是紫罗兰已成定局，你却还嘴硬，纯粹是在浪费大家时间。别在这自取其辱了，秦少，咱们江城名流全都在这儿，亲眼见证您取得胜局。小姐，你看到头来石天成还是输了，咱们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还把一切都赔出去了。石头未开完，天成还没有输。小姐，你真是被那臭扫地的灌了迷魂汤了，现在还相信他？秦家主，你的扣石之术确实神奇，但你和鬼眼罗一模一样。什么一模一样？你和他都是学艺不精，半桶水就敢称宗师，简直不知所谓。这块石头是双生石，外面是紫罗兰，但其内部藏着另一种玉，龙石种。这简直闻所未闻！玉中藏玉，龙石种隐于紫罗兰之下。石天成年纪轻轻，竟有如此眼力，连拜2位宗师。赌石界怕是要改天换地了。这石头是万中无一的绝品双生石，一山容2虎，一穴藏双龙。我大哥都听不出来，他能看出来。我的天哪！绝品双生石都出来了！今天这场赌局真是高潮迭起，精彩无比。今天真是开眼了，帝王绿出世，还有绝品双生石玉中藏玉。这石天今天年纪轻轻就有这等本事，把鬼眼罗和听山老都踩在脚下，赌石界怕是真要变天了。这等奇事100年难遇，赌石之道，咱们就像3岁小孩一般可笑。妖孽，赌石界中无法想象的妖孽，连败鬼眼罗和听山楼，往后这赌石圈子怕是他的天下。小姐，他竟然能看出玉中藏玉，我之前就把他当废物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
我早说了，他可不是池中之物。天成，你赢了！我赢了，这也代表你输了。鬼眼罗，你欠我一只眼；秦泽，你欠我一根手指；青山汪，你欠我一个秘密。大哥，你快说吧，我只有一只眼睛啊！家主，这小子不好惹，您快说吧，我可不想没有手指头啊！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。没想到老夫赌石数10年，竟不是你个年轻人的对手。今天是我输了，帝王绿归你，玉玉坊退给高小姐。秦泽与高小姐的婚事立刻取消，你父亲的秘密我也告诉你，只求你留下我兄弟的眼睛和我儿子的手指头。我要他们眼珠和手指头也没意思，我只要你告诉我，我父亲最后一面是去见了谁？你父亲在半年前去了边城，老夫偶然在大街上看到他，听到他在不停地和人打听一个叫做旧场街的地下赌石坊。我想他的死应该和这个地下赌石坊的某个人有关。边城，旧场街。天成，你真的要去边城？那边藏龙卧虎，龙蛇混杂，听说乱得很。我的童年本来很幸福，父亲在我眼里更是神一样的存在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失踪，在我的世界中彻底消失。我在接到他的消息时，他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。找到杀父仇人是我的执念，也是我的心魔。我必须了解。好，那我陪你去。你陪我去？那你的生意怎么办？我可以放弃一切，我就想跟着你。这次去边城生死难料，如果我能活着回来，一定娶你为妻。哇，这大哥哥可真帅！美女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。我来帮你吧。大哥哥，太感谢你了！我叫苏婉儿，大哥哥你呢？石天成。哇，老伯，你这块玉可是冰种翡翠啊！我玩玉10几年，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玉。老伯，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忍痛割爱？我愿意10万收购您这块玉。这可是我的传家宝，10万那肯定不行。15不，25万。好吧，就25万卖给你。20、21，哎呀，我差4万，差这么多可不行。美女帅哥，我这几等钱用，你们有没有4万？到了边城我可以给你们5万。你们要是不相信我，我可以把这块冰种翡翠放在你们那儿，这总行了吧？大叔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用这种手段骗人呢？我真没骗你，你看这色泽，这通透度，还有这做工，平时50万都买不到。要不是看这大伯可怜，等钱救命。大叔，我是个大学生，没那么多钱，你找别人吧。老伯，你看到了，这可是他摔的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！你把我的传家宝摔坏了，赔钱25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这不是我摔的，明明是你。这小姑娘还是太年轻了，那东西就不能借。火车上穿的跟个狐狸精似的，不坑他坑谁？不关我们的事儿，别理他。大哥哥，帮我！
你摔坏我的东西就得赔。一块玻璃卖25万，不合适吧？小伙子，这年头出头鸟可不是那么好当的，别乱说话啊，小心祸从口出。青丝绕玉烧不断，方为真玉。你这破玻璃也想骗人家小姑娘，不怕遭报应吗？真没想到，在这火车上也能遇到行家。行家算不上，不过你这些微末手段，道上人物都不好意思再用了，想点新的招吧。你丫个小兔崽子，老子给你脸了！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！大姐，都给我老实点！不想吃刀子的，就给老子站着别动！小子，刚才老子可提前告诉你了，出头鸟不好当。本来就想随便骗点钱喝酒，被你这狗东西搅了大爷的好事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都听好了，所有人把身上值钱的都交出来，否则给你们放血。哎呀，那女孩要被骗，就让她被骗呗，装什么好人？结果把我们都给连累了。就是，遇到这种人，真是倒8辈子血霉。各位爷，是那小子坏了您的心情，要抢你抢他，不关我们的事儿啊。是啊，大哥，要不你就让那妞陪你一晚，放过我们吧。你们还是人吗？本来就是你惹的事儿，都赖你。就是，你要早把地狱买了，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？小狐狸精，害死人！老大，这妞身材不错啊，长得更是撩人，要不，嘿嘿，城里的女人就是白呀。喂，你最好不要碰她。老子就要碰，你能咋的？好痛！我的手要折了！哎呀！老大，你没事吧？好小子，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今天可别怪老子心狠手辣！这车厢每人1万，少1块，砍1根手指，全算他头上。你个天杀的扫把星，好好的出什么头装什么逼，都怪你！各位爷，他多管闲事，和我没关系啊，我真没那么多钱啊。大哥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是他不长眼得罪大哥，我们可没招您没惹您啊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搞错啊？明明是这位大哥哥见义勇为，你们倒好，全站到劫匪那边去了。要不是他在这瞎逞能，人家大爷会为难咱们？人家就想骗点钱喝酒，根本没想过抢劫咱们。就是，本来你们装聋作哑，给点钱，这事儿不就过去了？结果害得我们一起倒霉。这家伙就是想在美女面前出风头。劫匪大爷，您英明神武，可千万别把我们这些无辜人跟他混为一判呐！求您高抬贵手。小子，你听听，这就是你所谓的见义勇为换来的。这世上哪有什么英雄？兄弟们，给老子上！让这家伙今天好好上一课！救命啊！我的手断了！妈呀，我的腿！老大救我呀！这怎么回事？老大，这小子是个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啊，都没看见他出拳，咱们2个兄弟就断手断脚了。这兄弟的身手太好了吧？他怎么会这么厉害？眨眼间就把2个凶神恶煞的劫匪给打倒了。咱们这回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大哥哥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赤手空拳就打倒2个拿刀的劫匪，这也太猛了吧！你们俩还要继续打劫我吗？大侠开恩，小的瞎了狗眼，有眼不识泰山，以后再也不敢了，真的再也不敢了。大哥，我们猪油蒙了心，犯下大错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饶了我们这一回吧。哎呀，我早说了，你们这帮劫匪哪是这位小哥的对手？人家一只手就能单挑你们一群。要是没有小哥，
今天我们就得沦为砧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了。小兄弟，你太厉害了，你这身手就像电影里的黄飞鸿叶问方世玉。走吧，咱们去下一节车厢，这里的人太讨厌了。大哥，我投降了，别打我！我有说要打你。大哥，你这是？报警铃刚才摁了。哎，美女，你老跟着我干嘛？大哥哥，你是来边城旅游的吧？我可是边城长大的，这里大街小巷我熟得深，不如我带你去玩呀。你知不知道一个叫做旧场街的地下赌石场？旧场街？你知道这个地方？旧场街可去不得，那里全是杀过人、放过火的亡命之徒。之前有个倒霉蛋误闯进去，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扔出来了。咱们边城有句老话，宁去阎王殿，不去旧场街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反而觉得更想去了。带我去看看。哎，大哥，是这边。站住！哪来的生面孔？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应该是旧场街吧？知道这是旧场街，不知道旧场街的规矩。你哪条道上栽秧的？我是从江城来的，听闻旧场街有的是富贵，兄弟我特来拜拜山头，想在这玉石上湖里见识见识水头。哼，想进旧场街的金窝子，可不是嘴上抹蜜就行。按规矩得奉上一块浓种往上的料子当做买路钱。对，没这硬货就别想进旧场街半步。真有这规矩？废话少说，金爷定下的规矩谁也不能破。拿不出楚种料子，就趁早快点走，快走快走！楚种是吧？好，10分钟，我给你楚种料子。10分钟？你当咱们这儿遍地是玉啊？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？哈哈哈！外面地摊上有的是石头，慢慢找去吧。天成哥哥，浓种玉石虽然不算珍贵，但一时半会儿要在这么多原石之中找到，还是挺难的。不如咱们直接买个浓种玉石好了。直接买可不是我的风格。再说，浓种玉石少说上千，我可不想便宜他们。天成哥哥，你是想以小博大，赌石？对。天成哥哥，赌石十有9骗，现在哪怕是老坑的原石，造假手段也层出不穷，多少行家都折在了这上面。我爸沉迷赌石3年了，把家产都赌得一干二净，我恨死赌石了！赌石这玩意儿就是骗人。赌石确实害人，但不会害我。唉，可是这市场上玉石这么多，想找到浓种玉石如同大海捞针。你要是赌石的话，搞不好花的钱比买一块还多呢。放心吧。大哥，看出什么门道了没？先看看再说。苏天海，你确定就要这块原石？对，大爷，我就要这块，就要这块，快给我切开！大爷，我翻本的时候到了。苏天海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赌性太大了，赌了3年输的倾家荡产，我都不好意思挣你钱了。少废话！你是不想答应我挣钱翻本？哼，大爷，我这次可真看清楚了，这就是块正阳绿的料子。好，好，好，既然你要赌，那我也管不着了，现在就给你切开。哎呦，这次能找吗？选。黑乌纱中莽葱花，一刀下去，笑哈哈，放心切吧你。我爸又来赌石了。爸，你不是答应我不赌石了，怎么还赌？婉儿，你不懂，爸爸这次是孤注一掷，但必定能翻身。等开石出力赚了大钱，爸以后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，住大房子，买好车，想要什么都给你。爸，你都赌了3年了，家里的房子、我的学费全让你赌光了，你还执迷不悟。婉儿，你放心，这次不会了，这次绝对不会。您刚才选的这块料子，依我看，开不出玉来。你个臭小子，别给我乌鸦嘴！呸呸呸！我可是赌了3年，交了5多学费，现在就是我赌石神功大成挣大钱的时候。
这块原石我研究了好久，皮壳、蟒带、松菇样样符合，包出绿。苏天好了，自己来看吧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没绿？爸，你又输了！老天爷呀！完了完了，又输了，这可咋整啊？爸，我都叫你不要赌了，我们这个家都快被你赌垮了。婉儿啊，爸就是想着能赢一把，把之前输的都赢回来，好让咱家过上好日子。你这就是赌徒心理，结果呢，家里欠一屁股债，你还越陷越深。你这次又借了多少啊？1万，那还好。是10万。爸，你疯了吗？我们家都穷得叮当响了，你一输就是10万。你让我和我妈怎么活啊？苏天河，钱准备的咋样了？今天再不还钱，可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大哥，我实在拿不出来啊！旧厂街二当家王二爷的钱都敢欠，活腻了是吧？我最后赌一把，要是出狱了，这钱先还你们，不够的我剩下打工慢慢还。就100块还想赌？没开出狱怎么办？没开出，我把命赔给你们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哼，欠个几万块钱还不至于闹出人命。苏天海，你的命我可没兴趣。别说我不给你机会。你去挑一块石头，赌中了，钱可以晚点还。这要是没赌中，你家的房子就归我了。好，我赌了。爸，不能赌，我和我妈就这一套房子了，你赌没了，我们娘俩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婉儿，信爸最后一回一定能中。爸，你不要赌了。赌徒就是这样。不赌到身无分处、身背巨债，永远不会清醒。这石头开不了。你怎么知道开不得？你要是信我，就不要选这块。你一定会赌石，对不对？刚才你也说我看中的那块石头没绿，果然没绿。小兄弟，你帮帮我，帮我选一块。好吧，我就帮你一次。二爷，我帮他选一块石头行不行？你算哪根葱？这事儿轮得到你插手？行，你要帮他赌，没问题。条件一样，只能选一块石头，开出了，今天这事儿就算了。不过帮人出头也是有代价的，你要是输了，我输了，这石头我当场吃下去。苏天河欠你多少钱，全算我的。小兄弟，王二爷可糊弄不得，你要是输了，他可真会让你把这石头吃下去的。放心，我自有把握。好，小伙子够爽快，二爷我欣赏你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小伙子，别说二爷没给你机会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哼，这开出的玉要是价值超过100万，怎么说？你觉得地摊上能开出100万元的玉，那比中彩票还难。你要是真开出来，二爷我不但分文不要，苏天海的赌债也一笔勾销。好，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你就选这块？对，我就选这块。你选这块？瞧瞧这料子，要皮壳没皮壳，要平花没平花，
这小子是眼睛糊了，还是脑袋进水了？就这块破石头能开出玉？就这块破石头要是能开出玉，我把头拧下来当球踢！赌石，你们不懂，哼，不懂。真敢说，他懂什么？我在赌石圈摸爬滚打几十年，还能看错？你要是靠它开出100万玉石，我把这摊位生吞了。兄弟，别犯傻了，就凭你这眼力，还想开出100万玉石？别做梦了！小兄弟，要不你再看仔细点，连王二爷都说不可能，要不再找一块石头看看？天成哥哥，这可不是小事，你可得慎重啊！年轻人，这块石头虽说出自老坑，但凭我多年的经验，不会出玉。你和王二爷打赌，要是输了，你可得把这石头吃下去。这石头这么大，你吃不下的。石头我是不会吃的，倒是想看看王二爷怎么把这摊子吃了。哼，开石。良言难劝该死的鬼，摊主，你就开石吧，我倒要看看是他吃石头，还是我吃摊子。开了，开了！这石头根本就不会！我的妈！有玉！有玉？怎么可能？我的天啊！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我的摊子上藏着这样一块美玉！哇，这是天哪，这是什么玉？冰种飘兰花翡翠，冰种质地清透，飘兰花灵动鲜活，色正且韵足。这品质100万都打不住。这小子随便一看就是100万级的玉石啊！他不会是赌石4派中的超级高手吧？小兄弟，你随便选了一块就出冰种翡翠了，这是什么逆天运气？我凭的是实力，不是运气。爸，你看看人家，再看看你，赌了3年，连人家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我半辈子都没赌出过这等玉石啊！女儿，你这是从哪里拐来的绝世高手？天成哥哥，救过我的命呢。好，好，好，女儿啊，你的眼光比爸爸好太多了。王二爷，这块冰种翡翠价值最少100万以上，咱们的赌局高手，我王二今天真是遇到高手了，我认输。苏天海的赌债一笔勾销。太好了！我他妈终于不欠钱了！我不欠钱了！小兄弟，刚才吃摊子那赌约，二爷大方，我也大方。吃摊子只是笑谈，当不得真。哈哈，好，小兄弟够意思。女儿，这小兄弟绝非常人，咱们可得把握机会啊！什么机会？你就没问问他有没有对象？爸，我懂。小伙子，我看你年纪这么轻，应该还没对象吧？我已经有了也没关系，你不介意的话，多一个也是可以的。我女儿可是边城出了名的大美女。爸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瞎说什么呀？小兄弟，很久没在边城看到这么年轻的赌石高手了。要不要来旧场街赌石场玩一玩？正有此意。嘿，二爷，您回来了。小子，你刚才不是来过吗？不是和你说了要个龙种才能进旧场街吗？10分钟早过去了，只会吹牛逼，没料子就别来沾边，赶紧滚！你们确定不让我进去？就你这德行，还想进旧场街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，别等老子动手赶人！连个农种都拿不出来的穷逼，赶紧滚蛋！要是敢在这儿捣乱，有你苦头吃！两个瞎了眼的狗东西！
这位小兄弟是我特意请来的贵客，你们也敢拦？是不是不想在这儿干了？二爷，他是您的贵客，我不知道啊。现在知道了，还不快道歉！对不起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贵客您请进，请进。小兄弟，这俩看门的没眼力见，别在意，咱们进去。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竟让二爷这么看重？是啊，刚才连个糯种都拿不出来，这不到10分钟就成二爷的贵客了，这也太神了。小兄弟，咱们旧场街说穿了就是中介，各种极难分辨或者极具价值的玉石才能在我这儿摆上货架进行交易。我呢，就是保证买卖双方安安心心的做买卖。王二爷，我向您打听个人，半年前有没有见过一个叫石凌峰的人？石凌峰？二爷，您见过石凌峰？见过，我见过石凌峰，那可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神的赌石之人。半年前来到边城，在我旧场街里击阵群雄，一双眼如同火眼金睛，没有任何玉石能从他的眼皮子底下溜走。我也听说过，半年前可是搅动赌石界万千风云，在边城被尊称为石圣，轰动一时的神仙人物啊！天成哥哥，石凌峰是你家人吗？他是我父亲。我的天啊，你是石圣石凌峰的儿子，怪不得你赌石如此厉害！哈哈哈哈！老天开眼，我总算是捡到宝了。石中玉我没挖到，可人中龙我却是找到了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二爷，我父亲到了您这儿之后，就突然不知行踪。您知道他最后见了谁，或是去了哪儿吗？当时你父亲闯出石圣之名，就是为了见到我旧场街的一个神人，外号石痴。石痴？对，石痴。这家伙是个缅族人，出生就在老坑，从小就在无数原石之中打滚。平常人赌石靠眼力，靠经验，他不一样，他能和石头对话。和石头对话？石头也没嘴啊，怎么和他说话？别人看石头是用眼睛看，而他却是闭着眼睛，不停地在石头上摸来摸去，拍拍打打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原来这个缅族人是个切脉派的高手。切脉派？赌石4派之一的切脉派？天啊，我还以为赌石4派都是传说中的人物呢。我父亲要见着石痴是为什么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或许你该直接问问石痴，他到底和你父亲说了什么？石痴在哪儿？前辈，石痴前辈。王二，没看到我在睡午觉吗？吵什么吵？再吵我睡觉，老夫一石头就砸你脑门上！小兄弟，这家伙脾气怪得很，要不咱们还是等他睡醒了再来吧。二爷，您瞧这块石头，皮壳又干又涩，一点表现都没有。别说绿了，能开出块像样的石头都难。这老头还当宝贝似的摆在这儿。你说什么？这是废料！你什么水平啊？敢在老夫面前班门弄斧！这块石头可是老夫跑遍大半个老坑空口，好不容易寻来的宝贝。宝贝？我看就是块废料。赌石讲究皮壳莽带松花，这块石头哪一样达标了？哼！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赌石一道变化万天，岂是你这种只懂皮毛的小子能看透的？这块石头表面看似普通，可它的皮壳紧，重量超乎寻常，行家一看就知道里面大有文章。石痴前辈说的是，这石头里面有块极品福禄寿。福禄寿？那是什么呀？传说福禄寿翡翠集绿、红、紫3色于一体，象征福、禄、寿3星高照，极为罕见。极品福禄寿翡翠？怎么可能？就这块其貌不摇的石头，在赌石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哪怕是帝王绿，我也亲眼见过几回。但极品福禄寿，我可是闻所未闻，见所勿见。石痴前辈，您这块收藏堪称是一绝，我看整个边城，这石头能称第一。好小子，你这眼力可真不错，能看出我这石头是福禄寿的。半年前就只有石圣石凌峰，你小子怎么和石凌峰长得有些像？石凌峰是我父亲。你是石凌峰的儿子啊？怪不得赌石如此厉害。石痴前辈，我想知道半年前我父亲和您说了些什么。哟呵，凭什么你问我就得说？我心情好的时候或许会考虑，现在嘛，没门儿。石痴前辈，
烦死了！别打扰我睡觉，快滚快滚！嗨，你这老头太过分了吧！人家千里迢迢过来，你连话都不肯和人家说。管天管地，还管老子睡觉放屁！老子就不说，你咬我呀！好，你不说是吧？大家快来看，是这该死的老头骗人啊！卖的全是假货，一个绿都出不了啊！还不起来是吧？快来看这老骗子，害我亏了几十万！今天这老骗子不给我个说法，这事儿没完！你他妈给我闭嘴！大家快来评评理啊！这该死的老骗子骗了我的钱不说，还觊觎我女儿。这都快进棺材的色老头要我才20岁的女儿嫁给他呀！爸，你搞什么啊？别说话，咱们这是在帮石天成呢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！哎呀，大家快来评评理啊！这色老头要骗走我年幼的女儿啊！够了！你嚷嚷什么？石天成，别说我不给你机会。当年你父亲找了一块比我这极品福禄寿更好的帝王绿过来，我才和他说话的。如今轮到你，也是一样。有本事你找一块比我这福禄寿更好的石头过来，要是找不到，趁早滚远点，别来烦我。比福禄寿更好的石头，这一时半会儿哪儿找去？我看你这色老头就是不安好心。条件我已经开了，做不到是你们没本事，和我没关系。石之前辈，您看在……别靠近我，我可不想被你爸再说成色老头。比福禄寿更好的翡翠玉石也只有帝王绿了，而帝王绿可遇不可求，或许有些机会。1年1度的赌石大会今天就在缅部老坑举行，有眼力的话，那里全是奇珍异宝。赌石大会，好，咱们就去缅部找一块帝王绿。虽然是缅部，但这装修风格也是顶级奢华呀。缅部虽然穷，但老坑这里也有的是亿万富翁。不知道多少人靠翡翠原石发了大财，所以这边的酒店装修都和国内差不多，也是纸醉金迷之地。刘少，这就是缅部1年1度的赌石大会，会有不少绝世奇珍。这次过来，我可不想买什么普通玉石。是，以刘少的实力，自然要买最好的玉，买上几块帝王绿。他怎么在这儿？你说的是谁？刘少，原本以为您过来，什么玉石都逃不开您的眼睛，却没想到有个高手在这儿。高手？有多高啊？刘少，那家伙叫石天成，一身赌石之术神乎其幻，就连鬼眼罗都不是他的对手。鬼眼罗那点本事根本不在本少眼里，你所说的高手赢了他，不值吹嘘。刘少的灵诀秘术天下无双，石天成那家伙自然不是刘少的对手。不过小心驶得万年船，石天成诡计多端，赌石从无败绩。我看刘少还是稍稍避其锋芒为好。我避他锋芒？呵呵，他有什么资格让我避他？我偏要看看他有多少本事。天成哥哥，那个人一直在看你，好像有些不怀好意。没事，以前的手下败将而已。欢迎各位贵客莅临，缅部1年1度的赌石大会再一次和大家见面了。现在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1号原石，这块原石来自缅甸老花口，皮壳紧致，蟒带清晰，极有可能藏有高品质翡翠，起价1000万。原来那人是灵诀派的高手。天成哥哥，灵诀派是什么呀？女儿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灵诀派可是赌石4派之中最为神秘的一派，他们拥有独特的能力，能够感知万物气气，借此摸清石头中玉石的情况。灵诀派高人只要用气息感知原石，就能判断出玉石的品质、位置，百试百两。哇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玻璃种正阳绿，5000万以下拿到都大赚。龙引刘少出价1000万。这么快就看好了？
我看这块石头也不错，我出价1500万。刘少报价2000万。还有没有客人出价？石天成，秦泽说你一身赌石之神呼起戏，怎么，你看不出这块原石的价值？我看得出又如何？看不出又如何？石天成，之前你胜过鬼眼罗和我爸，确实是你技高一筹，但在龙隐刘少的面前，你那些赌石之术只不过是班门弄斧，根本不值一提。现在是赌石大会，看的是眼力和财力，你们在这儿装什么呢？装？我需要在你们这些废物面前装？你骂谁废物呢？赌石大会，谁看不出原石的价值，谁拿不出钱，谁就是废物喽。天成，我们只想买一块胜过福禄符的帝王绿，三爷他只借给我们1亿，咱们没必要和斗气。我知道，我不会上他们的当的。3000万1次，3000万2次，3000万3次，成交！这块原石归刘少拥有。果然是银样蜡枪头，中看不中用。石天成，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。一块玻璃种正阳绿，价值也就是5、6千万，还不值得我出手。这小子竟然也能看出这是玻璃种正阳绿，而且他也说这原石价值5、6千万，和刘少您看的一模一样。倒有些意思了。不过他就算看出来又怎么样，还不是没胆子出价。是啊，这家伙能看得出来又怎么样？赌石大会上的石头，那可是1分货1分价，没钱就别想捡漏。各位贵宾，这是本次赌石大会拍卖的第2块原石，来自缅部乌洛河矿区的核心地带。原石的皮壳紧致细腻，蟒带蜿蜒，松花分布均匀，极有可能是帝王绿。起拍价3000万，第一次。啊，帝王绿！天成，咱们要的东西来了。拿下这块，天成哥哥就能让石痴开口了。帝王绿是帝王绿，但玉石之中雾气太重，严重影响价值。这块石头最多能卖8000万，还是比不上石痴的福禄寿啊。刘少，看得怎么样？确实是帝王绿，但是最低级的那种，8000万左右。起拍价才3000万，就算是7000万也能挣1000万，咱把它拿下。刘少出价3000万。举啊！你们举啊！怎么都不举牌？这世上就没有比刘少更厉害的赌石高手。刘少看得出来，他们可看不出来。哼，他们得意什么？不想让他们得意，那咱们就顶他们几手。边昌苏家出价5000万。哟，敢和我抢东西了？哼，这小子想要，咱们偏不让他得逞。石天成，你赌石确实眼力不错，但今天可不是光靠眼力就行，还得靠钱。在这儿，有钱才是大爷。我们刘少出价5500万。天成，咱们手头上的钱可不多，买了这个，再买更好的帝王绿就没希望了。是啊，天成哥哥，咱们没必要和他们斗气，还是留着钱买更好的吧。刘锦玉的灵觉秘术很强，他必然知道这块玉值个8000万左右。咱们把价格顶到7500万，让他们挣500万，他们依然会买。我懂了，咱们只报价不拿下，让他们大出血，就算是拿下也挣不了多少。正确，这事儿我在行，我出6000万，6500万，7000万。7000万！这位贵宾，您自己给自己加价？怎么了？我喜欢自己给自己加价，不行啊？可以。现在
这位贵宾出价7000万，还有没有要加价的？再顶一手，他要就让给他。7500万，这位先生出不出价？当然不出了，他们喜欢就让给他们好了。7500万第一次，7500万第二次，7500万第三次。这块原石归刘少为有。明明最多5000万就能拿下来的玉石，现在花了7500万，这该死的石天成一下就坑苦我们2500万。石天成，老子记住你了！天成啊，你这一招太绝了，就跟提前算好了似的，一下就把他们拿捏得死死的。天成哥哥，今天可太解气了，看他们那副气急败坏的模样，就知道他们有多憋屈。之前他们还耀武扬威的，现在被咱们摆了一道，真是大快人心。刘少，咱们这样被当众打脸。赌石大会之后，我会让他们后悔生在这世上。各位尊贵的来宾，接下来即将震撼登场的是本次赌石大会当之无愧的镇会之宝，一块乌洛河矿区最深处采集而来，出土时震惊冕布的超级原石。经数十位专家评估，这块原石极有可能开出品质更高的帝王绿，起拍价5000万。帝王心，竟然是帝王心！这绝非普通帝王绿，而是传说中可遇不可求的帝王心翡翠。帝王心，听这名字就知道这翡翠是顶级中的顶级。是的，帝王绿亦有品质差别，最差的就是刚才那枚帝王物，然后是第2级帝王焰，最高品质的帝王绿便是帝王心。我的妈呀，帝王心！这翡翠出世，那不得被无数超级富豪抢破头？别人都以为这只是枚普通的帝王绿，但我却看得出它的真身。这原石哪怕是10亿埋下，都是大赚特赚。咱们手上只有3亿的资金了，其他人都是土鸡瓦狗，根本不足为虑。就是那该死的石天成，有可能会和我们抢。天成，如果真是帝王心，能值多少？做成手镯卖出，最起码15亿以上。15？那不是10亿拿下都是赚的。但钱不是问题，最大的问题是秦泽和那刘少可不会轻易把这块石头让给我们。各位贵宾，可以出价了。5000万，6000万，7000万，8000万，9000万，1个亿。爸，你别乱找价啊，我们手上就只有1个亿。女儿，爸爸这是虚张声势，咱们就1个亿，不装着实力强劲，唬不住他们。刘少，您看，真当我刘锦玉是吓大的？1亿1000万，2亿，3亿！我的天啊，他们是疯了吗？自己给自己抬价，果然是财大气粗，一块帝王绿都拍到3亿，我还是不掺和了。完了，没把他吓住，他把咱们给吓住了。3亿第一次，哼。某些人刚才还气势汹汹，现在怎么哑巴了？就这点家底也敢来跟刘少抢宝贝？石天成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，原来只会虚张声势，真是让人失望。怎么办？这价值15亿的帝王心要被刘少3个亿就拿走了。没办法，咱们就1个亿，拿什么跟人家争？3亿第2次，石天成，你不会吧？3个亿都拿不出来，你不是很拽很嚣张吗？关键时刻连区3个亿都拿不出，真是笑死人了。刚才跟我耍手段，摆了我一道又如何？面对这真正的宝贝，我刘锦玉让你干正眼，你就得干正眼。我为石天成出资3亿5千万。高玉，你出3亿5千万？怎么，秦少您没钱吗？你拿不出钱。就请早点回吧，这块原石只属于石天成，不属于你们。高玉，你别得意，咱们走着瞧。玉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呀，下回不要自己跑了，天涯海角我都跟着你。
3亿5千万第一次，3亿5千万第二次，3亿5千万第三次，成交！此块原石属于石天成石先生。玉儿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谢什么？我的不就是你的？咱们之间还要说谢字吗？就算是最近亲近的人，该谢还是得谢。现在原石到手，咱们赶紧回旧场街去找石吃。婉儿，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但感情这事儿不能只争一时，得往前看。爸，天成哥哥心里只有高玉，我还有机会吗？怎么会没机会？感情的事谁也没法预料。爸爸相信以你的魅力，一定能赢过高玉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也要为自己争取一下。天成哥哥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秦泽、刘锦玉，光天化日的，你们想干什么？石天成，没想到咱们在这儿等着你吧？拍卖会上让你出尽风头，还抢走刘少看中的帝王心原石，这笔账咱们该好好算算。哼，在赌石上，或许咱们不分伯仲，但要论人多，我可是多过你啊！怎么，想仗着人多欺负人少？咱们就是人多欺负人少，今天谁他妈也救不了你！哎，谁敢在我旧场街动手？王二爷，什么风把您老的大驾给吹来了？秦泽、刘锦玉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我的地盘撒野！当我王二不存在吗？王二爷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们就是想找石天成聊聊，没别的意思。对，二爷，你可千万别误会。聊聊，拿着棍棒聊，当我是3岁小孩？你们知不知道，石天成拿下的这帝王心原石，老子可是占3成。什么？那石头你也有份啊？怎么着，连我王二的东西也敢抢？不敢啊！我们就算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也不敢抢您老的东西啊！天成，这事儿你怎么说？天成，这次可不能轻饶了他们！秦泽啊，秦泽，之前我看在你爸的面子上饶你一命，没要你一根手指，可你不但不收敛，还敢带着人来堵我，让你对着我指指点点，这是我的不对。王二爷，麻烦你折他2根手指，让他长长记性。疼死我了！我的手指，我的手指啊！我错了，求您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天成，这刘锦玉怎么处理？随便打断2条腿吧，我不想和他多说话，看到他就恶心。给我打！别打！我错了！天啊！这，我从来没看到过如此完美的玉石，我能感觉到它在跳动，它在脉搏。帝王心，真正的帝王心，翡翠界中至高无上的存在。石痴前辈，这块帝王心应该要比你的福禄寿要强了吧？当然，不知道要强多少倍。石痴前辈，那按咱们之前的约定，你该告诉我，我父亲去了哪儿？你真的想知道？对，我一定要知道。鬼门关前3重雪，不及刀尖半寸霜。当年你父亲赌石天下无敌，为与高手切磋，便去找了我师父一刀仙。60年前，一场赌石将整个帕坎矿区拿下，成为帕坎幕后皇帝。40年前，老切出世界最大帝王绿，豪赚100亿。30年前，却散尽家财躲入深山，才智隐居的赌石第1人一刀仙。听说30年来，历任被尊为赌石第1的高手都去找过他，可回来之后却个个死于非命。难道是一刀仙将他们都杀了？不，绝不可能！我师父30年前就淡泊名利，隐居深山，他为何要杀掉历任赌石第1？看来我要亲自问一问他。
才能知道答案了。师傅，这位石天成石先生，你可是赌石天下第一。天成就是天下第一。不久前，他还切出了帝王绿之中最顶级的帝王心。天成哥哥不是天下第一，那就没人是了。好，我就喜欢和天下第一对赌。既然是赌，那赌注是什么？石天成，如果你能看出这桌上是什么玉，我便将我名下整个帕谷矿区给你。整个帕敢矿区！我的天啊！仅去年1年，从帕敢运往全球的翡翠毛料交易总额高达680亿，占据缅部翡翠出口总量的60%。控制了帕坎，就等于控制了从原石开采、加工到销售的全流程。如今翡翠市场持续升温，未来5年，帕可矿区的价值有望突破1万亿。那不是说整个翡翠世界都要看天成的眼色行事？天成哥哥，这个太好了，你一定赢的。先不要高兴得太早。如果你看不出这块石头之中有什么玉，在场所有人的命就要给我。一刀仙前辈，您这玩笑可开大了。是啊，我们只是来赌石的，可不是来赌命的，而且还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命。赌石从来都是强者通吃，要么你石天成赢走我价值1万亿的帕谷矿区，要都成为翡翠的原料，死在这里。一刀穷，一刀富，一刀登天或是不归路，都看你们自己了。石天成，要是不敢，那就滚吧。不是报复就是死，这也太难了。天成哥哥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能赢的。我的命，我交给你。天成，去吧，为你父亲报仇是你的执念心魔，今天就彻底解决掉他。赌了，老子这条命可值不到1万亿。天成兄弟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。二爷，你也要赌啊！这世上再没有第2次机会能得到整个帕谷矿区了，这可是价值1万亿啊！你们都敢赌，那我也，那就赌吧，大不了我也把这条命加上。好，我和你赌。一炷香之内，你要告诉我这块石头内有什么玉。天成，这块石头皮壳紧致，蟒带走向清晰，按理说应该有绿，但我注意到蟒带上有不少细小的铝裂，很可能会把绿色破坏掉。我猜里面或许是浓种飘绿，但品质不会太高。诺种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场比试可是关乎上万亿的超级赌局，怎么可能拿个玉石行业里最差的诺种来赌？我赌是墨翠。你们看这石头表面有几处隐隐泛黑，墨翠的皮壳就常有这种特征。要是切出满色墨翠，那可丝毫不输帝王绿。不对，金二爷，您可别被这赌局吓破了胆子。这皮壳明明就是诺种的表现。诺种？这可太冒险了。要是我们输了，我们所有人的命都得搭进去。依我看，这最低也是个墨翠，市场价值起码上千万。我觉得金二爷说的对，一刀仙拿出这块石头进行这么大的赌局，必然是价值极高的料子。看皮壳外表，墨翠的可能性最大。二爷，您可不能陷入误区，咱们赌的是石，这石头从这边皮壳来看就是诺种。你别光看那边的皮壳，你看看这边，这就是墨翠的特征啊！哎，你们看这儿，这皮壳上的陨成块状分布，有可能是个龙石种翡翠啊！你们能不能不要乱猜了？天成哥哥还没说话呢，别自己先乱了阵脚。天成，你看出来了没有？这石头不是诺种，也不是墨翠，更不是龙石种，它就是块普通的石头。天成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这石头皮壳紧致，芒带松花一应俱全，最差也是个诺种，怎么可能是普通石头？这不符合赌石的常理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一刀仙会用一块普通石头设下这么大的赌局，他可是赌石界的传奇，多少天下第一都败在他的手上，这真的不可能啊！天成，咱们可不能开玩笑啊！这可是关系到所有人身家性命的大事，你再仔细看看。天成哥哥，会不会一刀仙用了什么特殊手段掩盖了石头的真实品质？这赌局太蹊跷了，咱们不能轻易下结论。石天成，你快点看吧，
时间可不多了。一刀登天路，一刀不归路。石天成，所有人的命可都在你手上了，是成为亿万富翁，还是命丧当场，就看这一赌了。30年前，您散尽家财隐居深山，为何？我猜您是看透了这赌石圈的名利纷争，急流勇退，能在最辉煌的时候放下一切。这份心境，又有几人能做到？赌石分3境，下赌赌石皮，中赌赌技艺，而上赌赌本事，赌的是人心。你用亿万财富和身家性命来制造无穷压力，让怀有执念的赌石者做出错误的判断。其实悬崖亦可勒马，浪子也能回头。这一局我不赌了。不赌？天成，你疯了吧？这可是价值万亿帕库矿区，就这么拱手放弃？一刀先设这赌局，说不定正等着考验你的胆识。现在认输，前功尽弃。不能啊，不能不赌！咱们都走到这一步了，一旦赌赢，下半辈子吃喝不愁。现在放弃太窝囊了。你要是不赌，他们都要死在这儿啊！你真的不赌了？不赌了。可是不赌就得死。前辈，这场赌局是我主动退出不赌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承担后果。我只恳请您高抬贵手，饶过我的朋友们。天成，终于有人悟到我设下这赌局的道理了。之前那些所谓天下第一都太骄傲了，他们眼高于顶，根本悟不到悬崖勒马、不赌为赢的道理。这块是迷心石，你想它是什么，它就会表现得像什么，无论你怎么猜，都会是错的。迷心石，竟然是迷心石！听说当赌石者凝视迷心石之时，它便会贴合赌石者的心，展现出相应石头的特征，就算是神仙也会被其迷惑。天成，还好你没有赌下去，要不然才是真正的输了。石天成，你是第一个面对亿万财富、生命威胁还能守住本心的人。你父亲接受不了失败，这才活活气死。我并没有杀他。我明白，赌石界的明争暗斗，你死我活，让多少赌徒迷失了自我。我现在才真正理解，不赌方为赢。